花190元买了个榴莲，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最后被行政拘留10天。很多人看完这个新闻，第一反应都是：至于吗？不就是190块钱的小事儿吗？商家至于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吗？警察至于为了这点钱抓人吗？我告诉你，太至于了。大家好，我是微笑。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冲上全网热搜第一，不是因为榴莲有多贵，而是因为它彻底打破了无数人心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网购恶意退款只是贪点小便宜，最多被平台封号，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儿。很多人觉得平台规则就是偏向消费者的，我申请仅退款，平台同意了，那就是合法的；商家不同意，那就是商家小气。甚至有人在网上教别人如何白嫖网购商品，把恶意退款当成一种薅羊毛的技能来炫耀。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反常识的真相：恶意退款不是贪小便宜，而是诈骗。平台同意你的退款申请，不代表你的行为合法。平台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商业规则，而法律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当你点击提交退款申请的那一刻，你可能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违法的门槛。法律从来都不是保护弱者的，而是保护诚实者的。民法典的第1条基本原则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诚实信用。这4个字写在民法典的第7条，是所有民事活动的帝王条款。什么叫帝王条款？就是所有其他规则都不能违反它，所有权利的行使都不能超越它。你可能会说，我是消费者，我有维权的权利啊。没错，你当然有维权的权利，但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有要求商家提供合格商品的权利，商家也有要求你诚实交易的权利。当你滥用自己的权利去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时，法律就会站出来保护被损害的一方。这其实不是中国特有的原则。在美国，恶意退款被称为退款欺诈，是联邦重罪。如果涉及跨州交易或者通过邮件互联网实施，最高可以判处3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你没听错，是30年，比很多暴力犯罪的刑期都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退款是合法的，什么样的退款是违法的？很多人分不清这个边界。今天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模型，3个问题。你只要问自己这3个问题，就能立刻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第一个问题，你说的是真话吗？商品真的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吗？第二个问题，你申请退款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还是为了白拿商品或者额外赚钱？第3个问题，如果商家要求你退货，你愿意把商品退回去吗？如果这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你的退款就是合法的。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就要小心了。你的行为很可能已经构成了欺诈。我们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一下这次的榴莲事件。河南濮阳的程大叔是一个卖冷冻榴莲果肉的小商家。4月26日，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他的店里下单了一份价值190元的榴莲果肉。4月28日，袁某某收到货后，立刻向平台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理由是榴莲发霉变质，还附上了一张发霉榴莲的照片。平台审核后，很快就把190元全额退给了袁某某。但程大叔越想越不对劲，他调出了自己的发货全程监控，仔细对比了袁某某发来的照片，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破绽。袁某某照片里的榴莲包装、果肉纹理和他发出去的商品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根本就不是程大叔家的榴莲。程大叔当时就明白了自己遇到了恶意退款，他给袁某某打电话，想沟通一下这件事儿。但袁某某的态度非常强硬，不仅不承认自己造假，还辱骂威胁程大叔，说你有本事就来德州找我。换做一般的商家可能就认栽了，190块钱不够来回的路费，也不够打官司的成本。但程大叔是个倔脾气，他说，我不是在乎这190块钱，我是在乎这个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这些小商家还怎么活？于是程大叔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他要亲自去德州找袁某某讨个说法。他第一次开车800公里，从河南濮阳到山东德州庆云县，找到了袁某某的家。袁某某还是那副态度，说榴莲早就扔了，包装袋也扔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程大叔没有和他争吵，而是转身走出了袁某某的家。然后他做了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他把袁某某村子4周的垃圾桶挨个翻了个遍，翻了整整1下午，终于在袁某某家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找到了自己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冰袋里的冰刚刚化完，说明这个包装袋被扔掉的时间并不长。程大叔拿着这个包装袋再次找到袁某某，问他，你不是说包装袋早就扔了吗？
为什么我在你家附近的垃圾桶里找到了，而且我只找到了包装袋，没有找到榴莲果肉？榴莲呢？你是不是早就吃了？袁某某被问得哑口无言，但还是拒不认错。程大叔无奈之下只好返回河南，但他没有放弃。5月6日，他整理好了所有证据，发货全程录像和袁某某的聊天记录、榴莲包装袋的照片、自己往返德州的车票和住宿发票。第二次驱车800公里来到德州，直接去当地派出所报了警。这一次警察没有再和稀泥。5月7日，青云县公安局正式立案调查。5月8日，警方对袁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理由是袁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商品发霉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结果都觉得很解气，但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不就是190块钱吗？为什么会被行政拘留？我来给你算一笔账。袁某某骗了190元，程大叔为了维权2次往返1600公里，花了5天时间，油费、过路费、住宿费加起来超过5000元。也就是说，袁某某为了贪190元的小便宜，让程大叔付出了超过5000元的代价。这还不算程大叔因为这件事耽误的生意以及精神上的损失。如果法律不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那会发生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袁某某，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而收益却很高。190元不多，但如果每天骗一个，1个月就是5700元，比很多人上班赚的都多。而商家呢？他们只能要么认栽，要么像程大叔这样花几十倍的成本去维权。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做电商？最后受损的还是我们这些诚实的消费者。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类似的情况处罚要严厉得多。2024年，一个叫普瑞佩查的泰国女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用高仿包替换真包进行退货，在1年内恶意退货超过200个名牌包，最终她被判处5年监禁，并需支付超过200万美元的罚款。还有一个叫托马斯的男子，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购买电脑后拆卸部分零件再退回，在18个月内导致沃尔玛损失130万美元，最终他被判处8年监禁。可能有人会说，美国的法律太严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国的电商平台敢推出无理由退货政策？正是因为有严厉的法律惩罚恶意退款行为，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滥用这个权利。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无理由退货，这个对消费者最有利的政策早就被那些薅羊毛的人搞垮了。在中国，恶意退款的法律后果也是分等级的。如果单次金额不大，比如这次的190元，会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的规定，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多次实施恶意退款行为，或者单次金额达到3000元以上，就会构成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26年4月，光明网就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浙江的陈某在网上看到一些维权视频后，认为找到了生财之道，他总结出一套3步走的空手套白狼计划。先在网店正常下单，收到货后便虚构理由向平台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拒绝，他便以店铺存在、缺斤少两、质量有瑕疵等理由进行投诉。如果商家还是不同意，他就批量下单几十件到几千件的大额订单，随后立即申请无条件退款。向商家施压，经查实，陈某在2年时间里对900多家商户实施恶意下单2700余次，涉案交易流水高达1030余万元，造成被害单位损失超过6万元。最终，陈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你看，从190元的行政拘留到1030万元的3年有期徒刑，中间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就是从第一次贪小便宜开始，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那么普通人面对恶意退款这个问题，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我总结了3个最常见的痛点，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踩坑。第一个痛点，认为金额小就没事儿。很多人觉得我就骗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警察不会管的。但你要知道，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金额下限，也就是说，哪怕你只骗了1块钱，只要证据确凿，警察就可以对你进行行政拘留。这次的榴莲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第二个痛点，认为平台偏向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很多人觉得平台的规则就是偏向消费者的，我申请退款，平台肯定会同意。但你要记住，平台只是一个商业机构，它的规则是为了留住用户，而不是为了维护正义。平台同意你的退款申请，不代表你的行为合法。如果商家事后报警，平台会毫不犹豫地把你的所有信息交给警方。第三个痛点，认为匿名操作就不会被抓到。很多人在网购时用化名，用别人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写代收点，以为这样就不会被抓到。但你要知道，现在的网络追踪技术远比你想象的要发达，你的 IP 地址、支付记录、快递信息都会留下痕迹，只要警察想查，就没有查不到的人。这次的袁某某就是用他母亲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但警察还是很快就找到了他。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维权权利，同时避免不小心触犯法律呢？我给你3个最简单、最容易执行的行动步骤，每个人都能立刻做到。第一步，遇到商品问题，先与商家友好沟通，不要一上来就申请仅退款，更不要虚构事实。如果商品真的有质量问题，拍清晰的照片和视频发给商家，大多数商家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第二步，如果商家不同意你的合理要求，再申请平台介入。申请平台介入时，一定要如实陈述事实，提供真实的证据，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要伪造证据。第三步，如果平台也无法解决问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记住，合法的维权途径有很多，但千万不要用违法的方式去维权，那样只会让你从受害者变成违法者。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法律从来都不是用来算计别人的工具，而是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很多人喜欢研究法律的漏洞，想利用这些漏洞去占别人的便宜，但他们忘了，法律的背后是人性。你今天占了别人190元的小便宜，明天可能就会付出10倍、100倍的代价。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些会算计的人，而是那些诚实的人。因为诚实是成本最低的生活方式。你不用每天提心吊胆，不用害怕别人找上门来，不用害怕警察突然敲开你的家门。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觉的人，但也不惩罚诚实的事物。愿你懂法，但不滥用，善良且有锋芒。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看懂法律，看懂人性，我是微笑，下期再见。